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和尚鹦鹉这个鸟种啊，一直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饲养的一个品种。我们之前宠物鸟图鉴所介绍到的和尚鹦鹉，至今啊也累积了10几万的观看次数，代表着这一种鸟种啊是多么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究竟为什么这一种品种会这么受大家的欢迎，这么受大家的喜爱呢？我们最近在 Facebook 的和尚鹦鹉社团里面募集了非常多鸟友给我的回馈，询问了非常多饲养和尚鹦鹉的饲主，他们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饲养这种品种，而且我们也花时间整理了大家的意见，我们将要在这支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5点饲养和尚鹦鹉的理由。如果你是现在想要饲养鹦鹉，但是不知道从哪一个品种下手，无从选择的话，或者是你已经对和尚鹦鹉有一点兴趣，但是还在犹豫要不要饲养这种品种的准饲主，相信这支影片将会对大家很有帮助。相信各位可以在这支影片里面得到各位想要的资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看到最后哦。今天的影片主题是为什么会选择和尚鹦鹉当做宠物呢？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在影片开始之前，跟大家介绍，鹦鹉小木屋是一个鹦鹉的简单知识科普频道。如果你是刚养鹦鹉的新手鸟爸妈，或者是想要多多了解饲养知识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个礼拜所发布的精彩内容哦。好的，那首先第一点，我们整理出来，大家对于和尚鹦鹉想要饲养的理由是外表圆润，手感好。和尚鹦鹉它们吸引人的要素之一就是它们圆滚滚的外表哦。这种和尚鹦鹉我们之前介绍过，它们的体长大概30公分左右，算是不大不小，刚刚好的一个体型。而体重的部分啊，差不多落在100克到140克，也是属于我们在讲的中型鹦鹉。它们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们的嘴喙啊是呈现橘红色的哦。我之前第一只饲养的和尚鹦鹉，我就把它命名为土豆哦。土豆在台语里面啊就是花生的意思，因为我觉得它们橘红色的嘴喙啊就非常像花生的颜色一样。我自己饲养的第一只和尚鹦鹉，它也是绿色的哦，它就是原生种的绿和尚。这种原生种的和尚也是最常见的和尚。而经过了时间，大家饲养的历史越来越悠久，也开始有了人工培育的所谓的蓝和尚、蓝银丝和尚、白和尚、黑和尚，还有奶油黄和尚，甚至到一些白银丝或者是黄脸派洛，这些品种啊都是人工慢慢培育出来的。现在这个阶段，我所饲养的就是蓝银丝和尚以及奶油黄和尚哦，它们都是属于人工繁殖出来的后代。所以我们以上讲到的这些颜色，在它们的外表呈现出来啊，就显得非常的多变，非常的亮丽。而除了它们多变的羽色之外，它们相当可爱又相当圆圆的外表啊，它们的高颜值也是很多人会想要饲养这种鹦鹉的原因。这种品种它是蛮调皮的，而且它们的食量其实也不小，所以说啊，常常有时候不知不觉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之下，就会吃得越来越胖，肚子的肉也会越来越多。在许多古灵精怪的鹦鹉群体当中啊，圆溜溜的脑袋啊，还有它们圆滚滚的肚子、毛茸茸的羽毛啊，还有一个可爱的小爪子。在它们的外表部分，最重要的是啊，大家认为它们圆滚滚的眼睛，在它们的身体比例当中啊，呈现一种相当可爱的感受，更也给人一种忠厚老实的感觉。但是也是有朋友跟我分享，他们家的和尚鹦鹉拍起来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奸诈的感觉。不知道各位饲养和尚鹦鹉的饲主，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有时候他们外表呆萌的样子，都会让人忘记他们其实是一个很鬼灵精怪、很喜欢调皮捣蛋的小坏蛋呢。讲到他们喜欢调皮捣蛋的个性，我们现在就要讲到第2点哦。大家会想要饲养这种鹦鹉的理由，就是他们平常逗趣调皮的生活行为。和尚鹦鹉跟他们的饲主之间的互动性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是吃可爱长大的小朋友。从和尚鹦鹉他们还是小宝宝开始，他们好像就用着奇幻的特技来去迷惑人类哦。当然，这种可爱的行为好像在迷惑人类的感觉可能并非是他们原本的目的。不过这些可爱逗趣的行为确实是帮他们助长了非常高的人气，也大大的提升了他们受欢迎的程度。非常多人也把这种可爱逗趣的行为模式写在他们想要饲养和尚鹦鹉的最大的理由之一。在幼鸟的时期，他们更会跳一个非常可爱的求奶舞。和尚鹦鹉他们求奶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在他们幼鸟的时期表现出来一个特殊的行为。因为人类现在目前喂食幼鸟的时候，都会用鹦鹉专用的幼鸟奶粉，所以这个相当特殊的动作呢，我们就叫它们为求奶舞。而我们讲到所谓的求奶舞其实大多数的鹦鹉，它们在幼鸟的阶段它们都会表现出一个锁食的动作。但是其实在大部分的宠物店里面，
还有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各种逗趣的影片啊，和尚鹦鹉它们的求奶舞算是非常独树一格的特色，圆滚滚而且毛茸茸的身体，配上了非常逗趣的求奶小动作，它们的小翅膀拍啊拍的，配上非常蓬松的羽毛，很多人在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它们真的很像绒毛玩具一样相当的可爱。不过这种行为通常在它们断奶之后啊，就会渐渐的消失了，也可以说是幼鸟限定的一个特殊动作。但是即使它们长大成鸟之后，丰富的肢体动作啊，也可以说是一点都不缺哦。它们仿佛就好像随时都想要萌主人一番。第3点，很多人想要饲养和尚鹦鹉的理由是擅长说话。和尚鹦鹉它们可以说是中小型鹦鹉里面最擅长说话的品种之一了。虽然说和尚鹦鹉它们擅长说话，但是当然还是没有办法比得上那些中大型的鹦鹉。而且我自己认为它们说话有点像是小孩子牙牙学语的感觉，感觉上咬字啊没有那么样的清晰，讲话有点模糊，有一点不太清楚。但是也很多人认为这种牙牙学语的奶音啊，是属于和尚鹦鹉它们重要的魅力之一哦。和尚鹦鹉它们大概在3个多月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学说话了，而学说话的时间大概在1年到1年半之间是他们学说话的高峰期。所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大家想要教和尚鹦鹉说话的话，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哦。我们要如何让和尚鹦鹉开始慢慢的会学说话？除了跟和尚鹦鹉它们本身的天赋有关之外哦，更重要的是我们饲主在它们身上的时间，对它们付出的耐心，都是会深刻的影响着这只和尚鹦鹉的发展的哦。好的，那第4个重点就跟价格有关了，就是它们拥有优质的性价比。这个优点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说话能力啊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多数会说话的鹦鹉都属于中大型的鹦鹉，像是灰鹦鹉、亚马逊鹦鹉，它们都是属于非常会说话的鸟类。但是和尚鹦鹉它们基本上价格不会到太高，但是又拥有了基本的说话能力，所以说和尚鹦鹉它们素来有穷人的亚马逊这个称号。我们之前也有在宠物鸟图鉴跟各位介绍过亚马逊鹦鹉，它们是一种非常高智商的大型鸟类，而且更是非常擅长说话的。既然它们是属于非常会唱歌、会说话的鹦鹉，想当然在中大型鹦鹉里面啊，它们的价格当然就非常高，基本上啊都要2万块、3万块起跳。而在这一点价格的部分啊，和尚鹦鹉就相对的亲民很多了。目前和尚鹦鹉它们的价格是落在2500到5000元左右，会根据不同的颜色，甚至啊体型不同，都会影响着它们的价格。我之前去拜访一些鸟店的时候，鸟店的老板有跟我提到，有跟我聊到说，有些人偏好饲养比较小体型的和尚鹦鹉，而有些人就喜欢大格一些、身体看起来魁梧一些的和尚鹦鹉。这些偏好、这些喜好，还有啊，他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数量，也都深刻的影响着他们的价格。但是总体而言哦，他们的价格就是大约落在2500到5000之间。虽然他们的价格说贵不贵，但是说便宜也不见得非常便宜。但是跟其他中大型的鹦鹉来说啊，确实是低了非常多，也相对的非常亲民哦。好的，那第5个饲养和尚鹦鹉的理由就是性情活泼又黏人。我们在这支影片最后一定要提到和尚鹦鹉它们的性格了。从小手养的和尚鹦鹉，如果是单只饲养的话，大部分啊都非常黏人。或许这样子的性格啊，就多多少少影响着它们爱学说话的特性。因为对于手养的宠物来说啊，鸣叫算是它们吸引主人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说，它们为了吸引主人注意，它们如果去学习主人说话的时候，就可以博得更多的关注，也就造就了它们会学人说话的一个效果。它们常常放风出来的时候，也非常喜欢跟在主人的屁股后面，或者是说在飞翔之后就喜欢停在主人的手上或者是肩膀上面来讨摸摸。它们相当爱撒娇的特质，更是源自于它们非常黏人的个性。虽然说它们非常的活泼亲人，但是其实它们的个性也不算是特别的温顺哦。它们重要的一个特质啊，就是它们的攻击性、领域性有一点点强哦。特别是在它们的发情期，即使我们是它们的主人哦，有时候不小心碰到它们的领土、笼子附近的周围，它们开始感觉领土被人家侵犯，甚至会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攻击性。有时候也是有可能被狠狠的咬上一口的哦。还有啊，它们也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性，就是有一点欺善怕恶哦。如果饲主是比较善良一点，比较怕鹦鹉一点，有时候甚至会被和尚鹦鹉追着跑。如果家里有饲养体型比较小，或者是个性相对比较温顺的鹦鹉，在放风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饲主啊，也可以考虑分配一下放风的时间，尽量啊不要让它们单独的直接碰面。和尚鹦鹉的饲主自己也要小心哦，不要被和尚鹦鹉认定为一个可以让他们自己欺负的对象哦。虽然说我们在以上的影片当中
中介绍了很多河上鹦鹉吸引人的特质。但是在我自己饲养河上鹦鹉的经验里面，还有收集了大家的留言之后，在饲养它们其实也是有一些令人困扰、令人头痛的问题。就像大多数的大型鹦鹉一样，河上鹦鹉它们的叫声是相当的洪亮、相当的大声的。在饲养这种鹦鹉之前呢，我们一定要仔细的评估自己的居住环境适不适合饲养这种叫声比较大、大嗓的种。而其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它们除了有穷人的亚马逊这个称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有点难听哦，叫做屎王。因为这种鸟类它们的消化能力非常强，而且它们吃的东西也非常的多。多数的河上鹦鹉更是非常喜欢喝水，因此它们上厕所的比率比较高，粪便的量也比较大。而且有些人还说，他们家的河上鹦鹉有时候屎都是用喷的哦。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就认为这一点是他们认为河上鹦鹉它们在毛茸茸的外表之外是没有办法让人接受的地方。当然，我们所饲养宠物不是只是因为它们拥有非常可爱的外表而已。当我们把鸟宝带回家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要有负担它们照顾它们一生的责任。它们所需要吃的东西、居住的环境、它们需要的陪伴，以及我们相对应需要付出的时间。这支影片结束之后，大家觉得这种鹦鹉它们哪些特质是最吸引各位的呢？哪一个理由是让你最想要饲养河上鹦鹉的呢？或者如果你是第一次选择饲养鹦鹉的话，你会选择这种鹦鹉当做你的第一只宠物鸟吗？非常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哦。如果各位看完今天5大理由的影片，对于这种鹦鹉想要更详细的资讯的话，也非常欢迎各位参考之前的宠物鸟图鉴。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是说有购买河上鹦鹉专用谷物的需求，也都非常欢迎各位到鹦鹉小木屋的虾皮卖场，或者是到鹦鹉小木屋的官网来去看看更多的优惠。鹦鹉小木屋的 IG 以及脸书的粉专也都会更新最新的动态与消息。最近也开始经营了不同的鹦鹉知识图文分享，如果有兴趣的话，也都欢迎各位去追踪一下哦。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